腊月寒冬，北风凛冽，天边乌云密布，死气沉沉，仿佛预示着某种不祥的征兆。这边！哎呀，快！皇后娘娘，使点劲儿啊！孩子就快出来了，娘娘再使点劲呐！娘娘息气。伴随着稳婆们一声声焦急的指令，压抑的痛呼声从殿内不断传出来。皇上别担心，皇后娘娘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此言一出，一身龙袍的男人不但没有高兴，眉眼间反而骤然多了几分冷厉阴鸷之色。今晚是关键的时刻，一尸两命才是他想要的结果。不好了！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皇后娘娘血崩了！说！男人听着稳婆的惊呼声后，像是慌了一样，撞开门，直奔内室而去。快找太医呀！舒儿，男人扑到床前，死死地盯着床上脸色惨白的女子。晏殊死了，当今天子最爱的皇后娘娘，护国公嫡长女晏殊，助叶荣轩谋得皇位，却在成为皇后的第4年死于难产，一尸两命，享年22岁。皇上伤心欲绝，嚎啕大哭。她的魂魄离开尸体，飘在床边，心痛地看着她爱了6年的丈夫趴在她的身边，哭得肝肠寸断，哭声震天，哀戚笼罩。来人，把这些给皇后接生的稳婆和医女拉出去，统统处死！叶荣轩，不要杀人，与他们无关。早已经在外面的御林军把吓得6神无主的稳婆和侍女一个个推出去，一刀一个，干脆利落。死亡气息笼罩着整个凤仪宫，血腥味弥漫。晏殊看着这血腥的一幕，无数次想过去阻止，自己现在只是一缕魂魄。李亚，皇上下旨昭告天下，皇后崩逝，一尸两命，真心哀痛，举国哀悼3月，任何人不得婚嫁享乐。是。叶荣轩并退左右，独自走进内殿。晏殊，你终于死了！你终于死了！晏殊一怔，蓦地停止了漂移的动作，注视着叶荣轩的眼神。贱人，朕早就想让你死了，容你活到现在，你该感谢朕的仁慈。贱女人！人前尊贵端方的天子，此时像是突然间发了狂，一个又一个耳光，疯狂地扇在已经过世的女子脸上。你真以为朕一心爱你啊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要不是看在你手里的兵权，要不是需要你大哥的帮助，朕连多看你一眼都嫌晦气。明明是个不受宠的嫡女，凭什么这么强势，处处高人一等？你知不知道，朕早就厌恶了你的高高在上，贱女人！朕恨你，朕恨你！6年2000多个日子，朕每天都恨不得你去死。晏殊浑身发冷，一瞬不瞬地盯着眼前这个忽然发疯的男子。贱女人，朕恨你，朕恨你！叶荣轩一遍遍怒吼着，朕恨你，你这个贱女人！真是老天有眼，你终于死了。话音落下，一个红衣女子忽然出现在寝宫外。晏殊目光移过去，才发现她手里还牵着一个3岁左右的男孩，缓缓跨进殿门。护国公府晏家次女晏雪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晏殊目光落在那孩子脸上，跟叶荣轩相似的轮廓，几乎如出一辙的眉眼。皇上，我把燕儿带来了，她想见皇上。你怎么现在过来了？万一被人发现？皇上不用担心，燕凌风被父亲困在家里，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出现在皇上面前。姐姐走了，我何该来送她一程？晏殊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一幕，此时此刻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父皇，燕儿想你了。父皇也想你了。皇上，这些年委屈你们母子了，如今晏殊死了，朕以后再也不必看他的脸色，没人能够干涉朕的后宫。待过些日子时机成熟，朕就把你们接进宫来，给你和燕儿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。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皇上高兴吗？自然是高兴的。皇上顺利拿到令符，稳固了地位，铲除了燕凌风和晏殊兄妹，心愿达成，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。晏殊已死，有兵权在手，有父亲帮忙笼络朝臣，皇上再也不用担心地位不稳了。但还不能高兴得太早，至少要让以前听命晏殊的那些人相信他是真的死于难产，而不是我们动了手脚，否则还是会有很多的麻烦。晏殊眼底浮现恨意，这对贪婪自私、虚伪狠毒的狗男女。皇上，我想当贵妃，皇上能答应我吗？当然，贵妃之位非你莫属。
雪儿，这是朕没办法给你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。皇上，此次多亏了吏部、户部两位尚书和长公主府，皇上才能这么快除掉晏殊兄妹。且3位姐姐都已经等了皇上4年，妾身不会贪心的。晏殊闭了闭眼，心头无比悲凉。3位姐姐等了4年，那个口口声声说只爱他一个人的皇帝，实则早在4年前就跟晏雪搞在了一起。晏殊讽刺地笑了笑。晏殊望着相携而出的2人，心里担忧，想去家里看看。正要跨出殿门之际，却忽然被一阵劲风卷起，整个人无法克制地被卷入一个漩涡之中。晏殊睁开眼，额头冷汗涔涔。娘娘，怎么了？娘娘做噩梦了。凤仪宫里灯火通明，晏殊斜卧在凤榻上，恍惚望着眼前富丽堂皇的宫殿。噩梦是噩梦吗？娘娘别担心，噩梦都是反的。打今儿起，娘娘就是后宫唯一的主子。半个时辰前，皇上毫不留情地驳回了大臣们选秀的请求，义正言辞地表示后宫只有娘娘一人，绝不会纳其他女子入后宫。皇上果然重承诺，对娘娘一片情深意重。青雉，娘娘是不是累了？要早些洗漱休息吗？不要。晏殊从凤榻上坐起身。你方才说有大臣请求选秀。是啊，那些大人真是迫不及待想要把女儿送进宫呢。不过娘娘不必担心，林公公说皇上已经回绝了他们，让娘娘千万别放在心上。晏殊没说话，闭眼靠在榻上，回想着方才那真实而可怕的梦境。真的是梦，还是他重新活过来了？他这是回到了4年前，皇上刚登基的第1个月，封后大典刚结束的当日。这一事他偏偏要放在心上。去告诉李英，就说本宫贤惠大度，要为皇上广纳后宫，开枝散叶。娘娘，你说什么？不必问太多，照做。奴婢这就去。晏殊独自站在窗前，负我者千刀万剐，万箭穿心。叶荣轩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容仪，一道黑衣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，单膝跪地，头垂得极低。户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、护国公府以及平阳长公主府，我要他们所有的罪状。是。黑衣身影鬼魅般消失在眼前，风吹树梢，阳光明媚。晏殊眯了眯眼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呢。舒儿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舒儿，你生气了？选秀的建议是大臣们提的，朕没答应。真的，你相信朕？朕真的没答应他们。晏殊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，打得他脸一偏，空气僵滞片刻。皇上紧张什么？我又没说不信你。舒儿，此事真的不怪朕，都是那群老顽固啊，非得说什么子嗣传承不容疏忽，朕应该为皇族开枝散叶，尽早充盈后宫才是大事，朕都要被他们烦死了。晏殊闭了闭眼，手里握着这么多筹码，前世他到底是有多蠢，才会被叶荣轩这个阴险狡诈的东西算计得一尸两命。舒儿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看起来不太高兴似的。皇上爱我吗？朕最爱舒儿了，这还需要问吗？那皇上是否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？当然，舒儿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晏殊抬手，又是一个巴掌扇在了他脸上。青雉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退后2步。我的祖宗啊，您在干什么？他居然在新婚之日，封后大典当天，接连打了皇上2个耳光。舒儿，皇上爱我，所以应该不介意我有一点小脾气吧？本宫今天心情不好。为何心情不好啊？可能是因为封后大典太累，皇上给我捏捏腿可以吗？叶荣轩一怔，当然。跪着捏。什么？舒儿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皇上不是说爱我吗？就算皇上爱你，你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折损他的尊严呐。万一皇上记恨怎么办？娘娘，皇上今天也很累，大典结束之后，皇上还要应付朝臣。所以在皇上心里我并不重要。怎么会？你们都退下。晏殊没说话，宫人们低眉垂眼地退了出去，只剩下林英和青雉2人。今天辛苦了。双手恰到好处地给晏殊捏着腿。大臣们的话不用放在心上，朕的心里只有舒儿一人，永远都是。皇上，如果我要你的皇位，你会给我吗？舒儿，我说，如果我要你的皇位，皇上给还是不给？叶荣轩不自在地笑了笑，心里明明已怒到了极致，却只当他在说笑。只要舒儿想要的，朕都给你，皇位算什么呀？既然如此，还请皇上记着自己所说的话，等失去皇位那日，千万别歇斯底里的发疯才好。舒儿今日怎么了？是不是太累了？确实是有点累了。7年食人不清，最终落得惨死，怎么能不累呢？今天是我成为皇后的第1天，我想跟家里人分享一下喜悦之情。你要出宫？不，让妹妹进宫一趟吧。
叶荣轩听到这句话，心里忽然生出了一股不祥。眼下天色已黑，不如等到明日。就今晚，半个时辰之后，我要见到他。叶荣轩眼底色泽晦暗，缓缓点头。好，朕这就下旨。不用麻烦皇上，本宫一刀一指，还怕招不来他？扇他耳光，命他下跪，根本不是他一贯的作风。难道他真以为自己做了皇后就能天下无敌，可以把一国之君也踩在脚底下？皇上怎么了？晏殊抬脚踢了踢他，生气了？怎么会呢？皇上早一些回宫休息去吧。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你让我去哪儿啊？今晚我要与妹妹彻夜长谈，皇上留在这里不合适。叶荣轩嘴角抿了抿，几乎可以确定晏殊心里定是有事。3天之后，我负责给皇上选秀，皇上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，不妨与我说一说。我喜欢舒儿这样的。舒儿能够找到和你一模一样的女子吗？皇上最擅长说甜言蜜语，可我总怀疑过度的甜蜜之下，会不会包裹着见血封喉的毒药？叶荣轩心头一冷，眼底猝然划过了一抹慌乱。舒儿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挑拨离间啊？没有。他以一身两命为代价，才发现他的真面目罢了。舒儿最是聪明，自然知道我的温柔是真是假，一定是别有用心之人，试图理解我们的关系。朕若查出了是谁，让妹妹进宫吧。户部尚书家的嫡女也不错，性子温婉，才情过人。那她入宫可以更快地收服户部尚书，让她为皇上所用。叶荣轩面沉如水，不发一语地看着他。看什么？皇上如今地位不稳，不抓紧时间拉拢户部、吏部和各大朝臣的势力，指望着哪天被旁人夺去了皇位。舒儿还是这般脾气啊，每每让朕对你又爱又无奈啊。晏殊眼底划过了一抹寒色。只是吏部和户部，朕可以理解。护国公府不是已经有了你吗？为什么还要让晏雪进宫啊？因为我们姐妹情深。晏殊淡漠一笑，意味深长。我有的，她必须也得有。天色将黑之际，皇后懿旨抵达护国公府。皇后召见，这么晚了，她召雪儿进宫干什么？封后大典持续了几乎1整天，好不容易结束，她不累吗？晏雪下意识地抚摸着自己小腹，心头浮现了不安之色。可能是皇上的意思。国公大人，二姑娘还请快些准备，可别让皇后娘娘久等了。请公公稍等，我回房换件衣服。皇后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？回国公爷，皇后娘娘眼下尚未休息。她召雪儿进宫做什么？国公大人恕罪，奴才也不知皇后娘娘的用意。袁氏神色阴冷，晏殊那个小贱人，这个时辰召晏雪进宫是什么意思？皇上不在凤仪宫，在呢。走吧，我早点回来，爹娘不用担心。此时坐在马车上，晏雪却不由攥紧了手里的帕子，想到他跟晏殊恶劣的关系，忍不住开始提心吊胆。晏殊，还真以为皇上爱你爱得死去活来，等到你失去利用价值的那一天，就是你的死期。我是凤仪宫的严嬷嬷，奉皇后之命，在此等候燕二姑娘。严嬷嬷人如其名，看起来一副不苟言笑的严厉。那就麻烦嬷嬷了。嬷嬷没说什么，转身领路。今日是姐姐封后大典，也是皇上和姐姐的新婚之日。作为妹妹，我很高兴，姐姐今天应该也很高兴吧？进了皇宫，不能再称姐姐，要叫皇后娘娘。好，多谢严嬷嬷提醒。皇后娘娘心情如何，不是我等奴才可以随意揣测的。稍后进了凤仪宫，燕二姑娘定要记得自己是臣女的身份，该怎么行礼就怎么行礼，万不可仗着姐妹关系乱了规矩。好，我记下了。燕二姑娘，到了皇后娘娘的宫里，你应该低着头以示恭敬。哦，是我失态，请嬷嬷海涵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燕二姑娘来了。皇上还没走，晏雪精神一振，连忙抬头看去，下一瞬，晏雪表情蓦地僵在了脸上。堂堂一国之君，晏殊竟如此折辱她。姐姐，皇上乃是一国之君，您怎么能让皇上？燕二姑娘见着皇上和皇后娘娘，应该行礼。方才在路上，老奴不是已经教了你？皇上，晏殊目光清冷，不发一语地看着他。妹妹晏雪参见皇上，参见皇后姐姐。燕二姑娘，臣女晏雪参见皇上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免。晏雪，本宫有意让你进宫伺候皇上，你应该没有意见。进宫。晏雪脸色一变，下意识地看向皇帝。这是皇上的意思吗？非得皇上让你进宫你才愿意？妹妹不敢，妹妹只是不敢跟皇后姐姐争宠。你想多了，
本宫不怕你争，你能争得走的，一定是本宫不稀罕。舒儿，朕觉得选秀之事不着急，容朕考虑一下，如何？不用考虑，我还能害他不成？姐姐的意思是让我入宫为妃？想得太美，刚入宫时封你个昭仪做做就不错了，但有了身孕才能晋升。有了身孕，叶荣轩心里一紧。有姐姐在，除非你能得到皇上的宠爱，才有可能破格晋升。皇上觉得燕雪有机会晋升为妃吗？舒儿，朕实在是看不懂你啊。是吗？明明我们之前互相承诺过的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怎么突然间如此坚决的想让朕充盈后宫呢？此一时彼一时，一国之君不能只顾儿女私情，充盈后宫也是为了替皇上稳固朝堂势力，能更快地掌握大权在手。况且皇上需要开枝散叶。叶荣轩盯着他平静的脸，总觉得这个说法不是真心。天色不早了，皇上先回去吧，我和妹妹说一说知心话。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舒儿，难道你要让姐妹情深，破坏我们的夫妻之情吗？这个问题方才我们已经讨论过，皇上没有必要再说什么。叶荣轩心里无法克制地生出怒气。那你们好好聊聊，朕先去御书房处理奏折。叶荣轩很快摆驾去御书房，经过燕雪身边时，极快地给了他一个眼神，随即举步离去。燕雪眉头拧紧，搞不懂燕叔在玩什么把戏。严嬷嬷，燕雪即将入宫做秀女，你今晚负责教她规矩。是。大姐。严嬷嬷走过去，抬手就是一个耳光。燕雪吃疼，不敢置信地捂着脸。燕儿姑娘，在这凤仪宫中，只有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，没有你的大姐，请你现在正式跟皇后娘娘行礼。大姐，我是你的妹妹，你不能……燕雪大怒，猛地站起身。你这个贱奴！严嬷嬷一脚踹在了她的膝窝，剧痛之下。燕雪，既然要入宫，规矩肯定是得学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能把自己当作新入宫的秀女，而不是本宫的妹妹。大姐就不担心父亲生气吗？姐姐刚坐上后位，根基未稳，还需要靠着父亲的支持才能坐稳这个位置。若父亲知道我们姐妹不和，一定不会高兴。妹妹真是不懂规矩。晏殊缓缓站起身，到了这宫里，生死已由不得，搬出谁都是无济于事。说罢，他起身往内殿走去。青雉，本宫要沐浴。是。青雉连忙吩咐下去。浴池里花瓣都放好了吗？皇后娘娘要沐浴，把衣裳、浴香、毛巾都准备好。是。宫女们齐齐应下，跟随皇后娘娘而去，独留燕雪一个人孤零零跪在冰冷的宫砖地面上。请燕姑娘脊背挺直，跪正。宫里的规矩，坐有坐姿，跪有跪姿，站有站姿，丝毫不容疏忽。燕二姑娘今晚先学跪姿，什么时候学得合格了，什么时候才可以站起来。你只是宫里的一个嬷嬷，说到底不就是个奴才吗？你知道这么对我，以后会有什么下场吗？威胁我。巨大的力道之下，燕雪猝不及防摔倒在地，脑袋重重磕在地上，一缕鲜血从额角缓缓渗出淌下。燕二姑娘今晚若想多受皮肉之痛，就继续负隅顽抗。我也很想知道自己会有什么下场。燕雪轻轻吸着气，眼眶已经发红，雾气朦胧，清香暗抚，温热的水流包裹着肌肤。晏殊合眼靠在池壁，恨意如针扎。晏殊缓缓睁开眼，眼底一片平静凉薄。这一世别怪他心狠手辣。青雉，娘娘，奴婢在呢。稍后传令下去，3日之后给皇上选秀。朝中6品以上官员，家中有适龄的女儿，全部都进宫参加选秀。娘娘要秀女们的画像吗？不用，选秀流程一切从简，本宫亲自挑选。是。时间仓促，先选京中贵女，半年之后再从天下各地挑选秀女入宫，务必让皇上体会3宫6院72妃的快乐。青雉恭敬的应下。娘娘是觉得皇上已经靠不住了吗？可若是皇上靠不住，选那么多女子进宫，娘娘以后又该如何自处？晏殊脸眸撩着池水，既然感情不能相信，那他从此就摒弃七情六欲，只把那万人追逐的权力握在手里。沐浴结束之后，擦身披衣，梳顺一头乌发，传御林军统领。是。晏殊抬脚走出御殿，正殿内，燕雪端正跪直着身体，脸色惨白。卑职燕凌风求见皇后娘娘。燕雪一惊，正要回头去看，不许动。燕雪顿时僵住，该死的贱奴，他一定会记着今晚所受的屈辱。进来，本宫今晚安排嬷嬷教燕雪规矩，为她进宫选秀做准备。凤仪宫外守得严一些，不许闲杂人等靠近。本宫今晚任何人都不见。燕凌风闻言，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跪在地上的燕雪，谨遵皇后娘娘懿旨。说完这句话，
燕凌风告退离去，夜深人静，天地万物仿佛都已陷入了沉睡，御书房里却是一片灯火通明。林英，奴才在。燕雪离开凤仪宫了？听说还没有。你去看看情况。是，皇上。燕儿姑娘还在凤仪宫。她今晚真的要留下来？皇后娘娘命人教规矩呢。教规矩？叶荣轩一惊，教什么规矩？凤仪宫的严嬷嬷说，燕儿姑娘是内定的秀女人选，必须先学几天规矩，才有资格侍寝。皇后娘娘今儿个不知是怎么了，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叶荣轩脸色难看，内定的秀女人选，朕去看看。然而当叶荣轩乘着玉辇抵达凤仪宫，开门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已经睡下了。开门！朕是皇帝，你们敢抗旨吗？宫人低头跪着，却没有任何反应。皇上，要不先回去吧，娘娘可能是累了。叶荣轩闭了闭眼，传燕凌风。皇上，卑职燕凌风参见皇上。凌风，卑职在。舒儿今晚不知为何心情不太好，朕猜测他可能是因为太累了，毕竟封后大典确实繁杂累人，可今晚也是朕和舒儿的新婚之夜，他把朕关在凤仪宫之外，是不是不太妥当啊？皇上和皇后娘娘的事情，卑职无权干涉。不是让你干涉，你替朕叩个门，说几句好话就行。你们兄妹感情一向不错，卑职无能为力。方才皇后娘娘命人传旨，今晚不许任何人打扰她休息，否则一律按抗旨罪论处。抗旨之罪？朕并未下旨，哪来的抗旨之罪啊？皇上，懿旨也是旨。你说的没错，可朕是他的夫君啊，哪有新婚之夜把夫君关在门外的道理？请皇上恕罪。皇上和皇后娘娘夫妻之间的事，臣更无权干涉，还望皇上恕罪。叶荣轩攥紧手，不发一语地注视着他。既然皇后已经休息了，那就回去吧。宫人抬着玉辇，原路返回，回到御前宫。叶荣轩阴沉着脸，哗啦啦挥手扫落了月案上所有的奏折和砚台笔墨，眼底似有一簇阴冷的火光跳动。燕雪在凤仪宫跪了一夜，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，回去好好准备，2日之后选秀的旨意会送到护国公府。艰难地从地上站起身，恕我抗旨不遵又如何？要不要听命进宫做秀女，她还需要回家问问父亲和母亲的意见。臣女告退。多谢皇后娘娘一夜教导，多谢严嬷嬷费心提点。燕雪脚步迟缓，带着自己的2个贴身婢女往宫门方向一步步走去。燕叔，你自以为成了皇后，想要整治谁就整治谁，等你知道皇上根本不是真心爱你，看你还能如何嚣张。燕雪心里诅咒般想着。左右护军营去教场例行训练，前后营换职，中营巡逻替补。得令。燕雪听到身后冷峻摄人的声音，朱唇紧紧抿起。燕凌风，燕叔，你敢这样对我，我就让父亲加倍还在你大哥身上，看谁熬得过谁。护国公府主院里，从燕雪随着太监进宫开始，云氏就未曾合眼。你一夜没睡啊？我担心雪儿。宫里有皇上在，怕什么呀？况且燕叔昨日才封了皇后，总要表现得贤惠宽容一些，免得落人口舌，不会对燕雪怎么样的。稍后入了宫，你好好打听。二小姐回来了，国公大人，夫人，二小姐回来了。雪儿，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母亲，是不是那个贱人欺负你了？有话就说，哭什么？燕叔欺负你了？姐姐说要教我规矩。那个贱人，我就知道。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。燕叔已是宫中皇后，身份尊贵，护国公府则是臣子，在他面前须得谨守尊卑身份，私底下编排皇后，会被治以大不敬之罪。那个小贱人仗着身份欺负燕雪，辱骂皇后更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，夫人是想被处以极刑。你放肆！怎么跟你母亲说话呢？我只有一位母亲，已经故去多年。滚去祠堂！燕凌风跨进了大门，头也不回地举步离开。燕凌风，真以为你有骨气就能在这个家里做主？想护着你那个浑身腻骨的妹妹，也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累了就先回去洗个澡，早些休息。我去上朝，其他事情等我回来再说。燕雪乖巧点头。老爷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雪儿。护国公点头，回屋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。母亲，燕叔想要让我进宫做秀女，我该怎么办？秀女？他不是一直想让皇上空置后宫吗？怎么突然间改变了主意？女儿不知道，他一定会报复我的。昨晚他让嬷嬷教我规矩，还说是为了以后进宫做准备。那个嬷嬷严厉得很，昨晚硬生生让我在凤仪宫跪了一夜。母亲，我的腿都快跪断了。那个小贱人真是狠毒的心肠。
母亲，我们怎么办？如果我真的进了宫，他会不会每天都折磨我？别怕，你先去休息，稍后我进宫问问，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让他欺负你。云氏给女儿安排好了一切，嬷嬷伺候着她换上了一身隆重正式的命妇朝服。云氏看着镜子里雍容华贵的妇人，进宫。云氏求见时，晏殊已经梳妆完毕，阅览着秀女的名册，对着名册看了好一会儿。护国公夫人求见，是，让她进来吧。是。一身华服的云氏很快跨进了殿门。臣妇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。国公夫人见着皇后娘娘是要下跪的。我是国公夫人，还是皇后的母亲？本宫的母亲已经过世多年，别乱攀关系。冷嬷嬷，她若不跪，就让她出去。请夫人给皇后娘娘跪下，否则就出去。我是一品诰命，见皇后无需行权礼。夫人大概是理解错了一些事情。诰命夫人面见皇后，按照规矩同样要行跪礼，只是皇后娘娘为显示对命妇的尊重，通常会免除命妇的礼节。然而国公夫人今日态度如此傲慢，浑然不把皇后娘娘放在眼里，显然是不值得皇后尊重的。晏殊前日还是我的女儿，今日就要逼母亲下跪，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？前日尚未举行登基大典，皇后娘娘确实是护国公府嫡长女，算是夫人的晚辈。但昨日封后大典之后，皇后娘娘便是一国之母，在这里没有长辈晚辈，只有皇后和命妇。国公夫人既知自己是一品诰命，竟连规矩都不懂。晏殊似乎并不在意她跪不跪，注意力全程落在了秀女名册上。民妇云氏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不是不愿意跪吗？本宫现在是皇后，执掌天下人生杀大权。一个国公夫人还想在本宫面前逞威风？执掌生杀大权的是皇上，你只是皇后。夫妻本为一体，皇上曾承诺爱我一生一世，本宫相信生杀大权掌握在本宫手里和皇上手里是一样的。云氏攥紧了手，掌生杀大权的是皇上，可以拥三宫后院的也是皇上。倘若一样，岂不是说皇后也可以三宫六院？若本宫拥有主宰天下的权利，天下美男子尽归我挑选，三宫六院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云氏震惊地盯着他，不敢相信他居然会说出如此悖逆惊人的话来。燕凌风一早下旨回去，因为顶撞长辈，被你父亲罚去了祠堂。你如今是中宫皇后，老爷动你不得，但你该知道。来人！外面一名小太监疾步而入。皇后娘娘，传本宫懿旨，招御林军统领燕凌风进宫议事，命他立刻前来，不得延误。你国公夫人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晏殊，你别忘了你是谁的女儿，燕凌风又是谁的儿子。你今日召他进宫，明日召他进宫，难不成还能日日召他进宫？只要待在燕家一天，护国公作为父亲就可以以任何理由惩罚这个逆子。本宫不必日日召他进宫，2日后燕雪就会选秀入宫。父亲罚大哥跪1日，本宫就罚燕雪跪2日。父亲若是对大哥动用家法，本宫就让燕雪好好感受一下宫里的刑罚，看谁最先受不住了。你为什么要燕雪进宫？本宫疼她，想让她进宫陪着。夫人可有什么不满？燕雪是她的女儿，这小贱人凭什么做主她的命运？燕雪不想进宫，此事由不得她。她这个年纪如果不想进宫，就该考虑嫁人。不知你想把她嫁给谁呢？还在议亲中。不想进宫也可以，本宫这就为她指婚，就赐给武王如何？武王生性残暴，夫人还请慎言。你是想说皇后娘娘故意虐待自己的妹妹吗？难道不是？是又如何？本宫现在是皇后，母仪天下，燕雪的命运掌握在本宫手里。晏殊猛地从地上站起，你有什么事儿冲着我来，别为难燕雪。冲着你来？老嬷嬷，那就先赏她10耳光。是。一脚把云氏踹倒在地，抬手就朝他的脸上扇去。冷嬷嬷停手，站到一旁。云氏一张脸已经高高肿起，青紫可怖，整个人表情僵滞，呆如木鸡。还要吗？若觉得不够，冷嬷嬷可以再辛苦一下，不过打得多了难免手疼。嬷嬷稍后去挑一件趁手的刑具。是。云氏抬起头，死死地盯着晏殊，目光里浮现尖锐暴怒的光芒，像是恨不得扑上去把他咬死一般。晏殊，别忘了你是晏家的女儿，你这般作为传出去还能博得祥惠名声。若大臣们知道堂堂皇后如此对待自己的母亲和妹妹，定
定会觉得皇后薄情寡义、目无孝道，他们会去皇上面前弹劾，到时为难的人只会是皇上。晏殊嘴角掠过了一抹细不可察的嘲弄。皇上是一国之君，掌天下生杀大权，谁敢不从？尽管杀了便是了。一国之君也不能滥杀无辜。皇后娘娘是想要皇上做个昏君吗？皇上驾到！云氏精神一振，蓦然转头看向了殿外。舒儿，叶荣轩跨门而入，正要说话，猝不及防看见了跪在地上的云氏。你国公夫人，臣妇参见皇上。夫人的脸怎么了？皇上，国公夫人对皇后娘娘不敬，奴婢正以公规教训她。放肆！你一个小小的奴婢，竟然敢教训国公夫人！你不知道夫人是皇后的母亲吗？冷嬷嬷跪下请罪。来人，把冷嬷嬷拖出去，杖打30。皇上，教训国公夫人是本宫的意思。舒儿，所以皇上要把本宫也拖出去，杖打30。舒儿，国公夫人毕竟是长辈，朕相信舒儿一定是为了维护下人，才故意把这个罪名揽在自己身上的。但是皇上想多了，确实是本宫的意思。为什么？方才冷嬷嬷不是说了，国公夫人对本宫不敬，一进来就指着本宫的鼻子吗？若不是看在她是长辈的份上，就不仅是几个耳光这样的轻责。皇上应该知道，对君王和皇后不敬应该处以什么样的责罚，乱棍打死都在情理之中。皇上，臣妇只是不解，昨晚皇后娘娘下旨让燕雪进宫陪她说话，臣妇以为1个时辰就可以回家，岂料燕雪一直在宫中待到早上才回去。回去之后，燕雪脸色惨白，双腿红肿，分明是在宫里跪了1夜。臣妇只是想问问，雪儿娇弱无力，她犯了什么错？皇后要如此刁难折磨于她？求皇上给燕雪一个公道，给臣妇一个公道。国公夫人毕竟是长辈，不如先让她起来说话。本宫一直以为君臣尊卑应该放在长幼之前，国公夫人虽是长辈，可是在本宫面前也是臣妇，皇上难道要亲自破坏这个规矩？朕不是这个意思。本宫可以让她先起来，但是夫人必须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明白在皇后面前大呼小叫是应该受到责罚。她不该仗着自己是皇帝岳母就以为自己拥有特权，不能仗着父亲握有兵权就嚣张跋扈。嚣张跋扈的分明是皇后。夫人这是与本宫顶嘴。燕雪昨晚真的在宫里跪了1夜吗？应该是吧，本宫让严嬷嬷负责教她规矩，规矩没有学好，肯定是遭一些罪的，不然以后进宫该怎么侍寝呢？你放着她被严嬷嬷教训，自己跑去睡觉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你就是故意针对她是不是？放肆！当着皇上的面还敢对娘娘大呼小叫，果然没一点规矩。皇上，这个刁奴竟敢对臣妇如此！夫人莫不是忘了，她是本宫的嬷嬷，难道夫人认为这宫里没有人能约束你的行为？行了，让夫人先回去吧。皇后贤惠大度，一定会给朕这个面子的，对吗？既然皇上开了口，本宫自然是会给面子。夫人还不谢过皇后恩典？谢皇后娘娘恩典，臣妇告退。回去让燕雪好好打扮打扮，2日后进宫参加选秀大典。燕雪身子不适，这是懿旨，夫人想抗旨吗？舒儿，此事已决，无可更改。皇上对本宫的心意，本宫感动在心里，但也因此更应该替皇上着想，选秀之事刻不容缓。真是冥顽不灵。皇上有意见？没意见。那这件事儿就交给舒儿全权负责了。国公夫人可以先回去，2日之后燕雪进宫参加选秀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，否则便是抗旨。臣妇知道。跪安吧，皇上今日没有奏折要批。朝中有丞相大人在，朕省心许多。丞相确实很厉害，皇上应该好好信任他。舒儿觉得朕能成为一个英明神武的天子吗？舒儿，怎么了？朕说错什么了？没什么。能不能做一个英明神武的天子，皇上自己心中应该清楚才是。朕就是想听舒儿说。朝中势力错综复杂，皇上忘了此前争主时的艰难，各派大臣都有他们拥立的皇子，我们侥幸获胜，应该一步一步耐心筹谋，拉拢人心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朕现在就是个没有实权的皇帝，有丞相大人在，大臣们自然而然以他为首，连奏折都直接交给丞相阅览。丞相可以阅览奏折，但没有批复的权利，你不用担心他夺权。朕不是这个意思，舒儿你不懂。如今丞相把控大权，能呈到朕手里的奏折都是他过目过的，他觉得不需要批复或者不太要紧的折丝就直接打捞回去，朕连看都看不到。我知道了。那皇上，皇后娘娘，燕统领求见。他不是下旨回家去了？是我让人召他来的，我有一些事情要与大哥单独谈一谈。
真的不能听吗？不能，是燕家私事。好吧，皇上去跟大臣们谈论政务吧，别整日待在本宫这里，让人以为皇上不务正业。叶荣轩沉默着，面上表情晦暗不明。好。走到宫门外，叶荣轩跟迎面而来的燕凌风正面遇上。卑职参见皇上。后宫之地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就算是亲兄妹也应该避嫌。卑职明白。卑职参见皇后。大哥不必多礼，所有人都出去。是。受伤没有？没。以后在那个家里，大哥不必再委曲求全了。不管父亲让你做什么，你都不必听他的。你是皇后，我若忤逆父亲，对你名声不好。我不需要名声，名声不能当饭吃。大哥，我要权力。妹妹，父亲不可靠，夫君也不可靠。晏殊冷冷一笑，眼底是无尽的讽刺和冷漠。如果大哥在家不能反抗父亲，我在宫里就会束手束脚，会时刻担心大哥是不是又被父亲拿捏住，会受制于父亲跟云氏。妹妹最是聪明，不管我怎么做，妹妹都不可能受制于人。但是我明白妹妹的意思，妹妹怎么说，我怎么做。这几天我要替皇上选秀，事务繁忙，前朝的事情没有空去理会。大哥有空替我转告外祖父，丞相大权让他牢牢抓在手里。那些折子有想给皇上看的，就送几本给他批一批打发时间；没有必要给皇上看的，就不用送过去。妹妹这是要架空皇上的权力？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权力，不算是架空。本宫只是想把曾经给他的东西收回来而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配。让他坐上这个位置已经是我给他的恩典，他不能继续贪心。我明白了。大哥，我跟叶荣轩已经成了亲，现在的身份是皇后，这个事实暂时无法改变。我没有兴趣换一个皇帝，因为那会很麻烦。所以如果我要让叶荣轩成为一个没有权力的傀儡皇帝，把大权握在我自己手里，大哥觉得如何呢？没问题。还是大哥最信我。妹妹想要什么尽管去做，我会做妹妹最坚强的后盾。不仅如此，我待在宫中，许多事情做起来并不是很顺畅，所以需要大哥为我打点外边。比如说今年的秋闱，我要选一批只听从我的人入朝。我会让外祖父留意。2日后选秀，我会选一批敌对的，还有一批可用之人。我会让皇上忙得不可开交，没空来我这儿。妹妹现在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。确实没有感情，就算他死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。燕凌风眉头微皱，这么说来，妹妹想要独掌大权，目的并不是为了独占叶荣轩。不过她现在还不能死，她死了，大臣们就会立刻扶持新帝，本宫这个皇后的处境就会变得很尴尬。皇后要替皇上选秀，这个消息一出，各大世家齐齐一惊。选秀？景王府里，那个女人又在打什么主意啊？不知道，不过皇上和皇后感情不是很好吗？大臣们还担心皇后独霸后宫呢，怎么会突然选秀？应该是为了给那个低贱的东西拉拢朝臣。王爷，皇上已经登基，大逆不道的话切不可以乱说，当心传出去惹下大祸。我们应该说皇后贤惠，懂得替大局着想。要不是国公府嫡长女一心扶持她，本王就算指着她的鼻子骂，她都不敢反驳一句。一个宫女生的贱种，曾经给他们几个皇子提鞋都不配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可是皇后现在一心一意为了皇上，我们还是应该谨慎一点。叶荣景起身走到了窗前，目光沉沉望着窗外，良久不发一语。先皇原帝膝下皇子7人，先皇后嫡子凤王，贵妃之子武王，淑妃之子景王以及德妃之子成王，皆是皇位最有力的继承人之一。一个出身卑微、没有任何背景的庶皇子，靠着一个女人一跃成为了新帝继承人。景王脑海中浮现着这些日子发生的一幕幕。去丞相府提亲一事办得如何了？丞相回绝了。下个月是护国公大寿，你去帮我准备一份厚礼，必须投其所好。是。平阳长公主府里同样一片低气压弥漫。皇后要给皇上选秀，是她打的是什么主意？袁氏坐在一侧的椅子上，面色不悦。那小贱人一肚子阴谋诡计，定是没安好心。她现在是皇后，别一口一个小贱人，当心祸从口出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还请长公主殿下帮忙。本宫现在哪有她威风？哼！堂堂中宫皇后，统摄后宫大权，外祖父是丞相，舅舅是大将军，
这身份背景，哪是本宫惹得起的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求到长公主这里。晏殊向来对晏雪恨之入骨，这还没入宫呢，雪儿就被他强迫跪在凤仪宫一夜。我实在不敢想象，以后雪儿进了宫，晏殊会如何折磨她。云氏抬手摸着自己依旧肿痛的脸，恨不得把宫里那个小贱人千刀万剐。本宫暂时还不知道他的目的，贸然干涉只怕不太好。外面有人猜测他是想替皇上拉拢人心，依我看却不太像。怎么说？昨日进宫，我眼见着皇上和晏殊之间的关系并不如以前那么融洽，以前两人几乎是如胶似漆，晏殊对皇上更是百依百顺，可昨日他的态度却很冷淡。封后大典刚刚结束，皇上应该没做什么惹他生气的事情。确实没做，所以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。皇上看起来很不高兴，但晏殊一点都不顾及他的不高兴，跟往常贤惠温柔的样子判若两人。难道以前一直都是伪装？刚坐上后位就得意忘形，以后只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现在只担心他报复雪儿。晏殊在家里一直把我们视为仇敌，恨不得早日脱离那个家，辅佐皇上不过是因为皇上出身低微，无权无势，便于他控制。果然一坐上后位就露出了狐狸尾巴。天下终究还是要皇上说了算，他今日如何嚣张跋扈，来日就会死得如何凄惨。那选秀一事，选秀那天本宫会进宫去看着，我倒要问问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。平阳长公主坐在椅子上，想着晏殊那个女人，心里嫉恨交加。原本她是扶持景王登基，景王甚至承诺只要顺利夺得皇位，他的儿子就必定是御林军统领。除此之外，先帝对晏殊的过度偏宠也是长公主嫉恨他的理由。谁不以为她是先帝的私生女儿？也有对此事并不热衷的人，比如丞相府的嫡孙女南哥。皇上登基之前不是承诺只喜欢表姐一人，封后大典刚结束就选秀，皇上这是打算过河拆桥，还是背信弃义？丞相府嫡孙女南哥年方16，京中颇负盛名的才女。南夫人坐下来，语气温和：不是，听说选秀是皇后娘娘的意思。不可能，表姐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情，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子共侍一夫？刚才你表哥过来传话，说让你如期进宫就行了，其他的不必理会。皇上和皇后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？宫里的事情我如何知道？你表哥只说让你祖父好好握着相权。我们妇道人家不懂朝政，但对于女儿家的心思还是能猜透一些的。皇后娘娘只怕要做一番大事，而这大事应该跟皇上无关。南哥心有所动，跟皇上无关，意思是皇后根本没跟皇上一条心。祖父让我进宫，不过进宫只是走个过场，皇后肯定是不会将你安排进后宫的。南哥若有所思的点头。昨晚上景王又来了，又是来提亲的。不必理他。歌儿，你的婚事着实让人发愁啊。有什么好愁的？我对嫁人没什么感觉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我这样的身份足以配皇子，偏偏又不能配皇子。先帝都已经登基了，那几位皇子至今还不死心。今儿个这个来提亲，明儿个那个来提亲，不就是看中了祖父手里的权力？可这些为着权力而来的男人，我一个都看不上。南夫人闻言叹了口气，没再说什么。母亲，我想去皇后娘娘身边做事。你要进宫？表姐是个女子，一个人待在宫里，行事难免不便。我想有个便宜的身份，能随时进出皇宫，这样一来就不用表哥帮忙传话了。表哥到底是男儿，不能经常出入后宫，况且有些事不方便让男人知道。可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皇后娘娘到底想做什么。不管她要做什么，有个帮手都是好的。我整日待在家里也是无聊，天天被人盯着提亲，不如去宫里帮她做点事情，也好歇了那些人的心思。这件事情我禀报给你祖父，问问他的意见。2日转眼即过，天还没亮，帝都符合条件的官员女儿就陆陆续续的抵达，依次站在宫门口等候。秀女们站了一阵，见一直没有人来，燕儿姑娘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不高兴吗？怎么会？林云珠面露深思，看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还以为你怎么了呢？南姑娘身为丞相府嫡孙女，居然也逃不了选秀的命运。沈嘉欣转头看向了南哥，面上浮起了几分笑意，说出来的话却显然不怀好意。我猜南
姑娘应该能被选进宫。为什么？封后大典刚结束，皇后就张罗着给皇上选秀，应该是为了树立一个贤良淑德的名声。沈嘉欣自以为看透了宫中的伎俩，语气颇为高傲。可皇后在宫中孤立无援，若以后别的女子得了宠，难免心有不安。擅自揣测圣意是要被杖打的。沈嘉欣脸色一变，我只是随口说说，况且我也没揣测皇上的心思。夫妻本为一体，揣测皇后心思就是揣测皇上心思。沈姑娘是不是觉得皇后仁慈，不敢把你杖毙？沈嘉欣咬了咬牙，想反驳，却到底失了几分底气。不大一会儿，有位嬷嬷走过来。宫中规矩森严，不得喧哗，不得吵架，不得发生冲突。若有违反者，一定按宫规处置。秀女们没说话，安静低眉。我姓季，你们可以叫我季嬷嬷。皇后娘娘安排我带你们去体元殿，请诸位跟我走吧。秀女们安静无声地跟在季嬷嬷身后。抵达体元殿，有几位嬷嬷后在那里依着规矩给秀女们例行检查。检查到南阁时，嬷嬷对着她行了个礼。皇后娘娘有旨，南姑娘不用检查。南哥缓缓点头，表情极为平静。不用检查的意思就是不会进宫。今天过来确实只是凑个人数，最后还剩16名秀女被送到了凤仪宫，一组4人排成4排。第一组4人进殿，依次是南哥、林云珠、顾之意和杜玲珑。晏殊坐在凤椅上，平静地打量着进来的4个人，清冷容颜，波澜不惊。林家嫡女林云珠封为云妃，赐驻流云殿；顾家嫡女顾之意封为贵嫔，赐驻宝华殿。季嬷嬷恭敬应下，皇后有旨，林家嫡女林云珠封为云妃，赐驻流云宫；顾家嫡女顾之意封为贵嫔，赐驻宝华殿。谢皇后娘娘，臣女领旨。顾之意恭敬的谢恩，请云妃娘娘和贵嫔娘娘随老奴去验身。还要验身？刚才不是已经验过了吗？回云妃娘娘，方才只是检查身上有无瑕疵，现在要检查您是否完璧之身，这是宫中历来的规矩，并非针对哪一个人。林云珠脸色青白交错，是。李嬷嬷很快就把选中的2人带了出去。第2组进来的户部尚书之女沈嘉欣，护国公府次女晏雪，御史大夫之女吴芊芊，大理寺左侍丞相之女苏念。沈尚书嫡女沈嘉欣封为嘉妃，赐驻宝成殿；护国公府次女晏雪封为淑妃，赐驻锦乐宫。皇后娘娘旨意，沈尚书嫡女沈嘉欣封为嘉妃，赐驻宝成殿；护国公府次女晏雪封为淑妃，赐驻锦乐宫。沈嘉欣有些不满自己的分位没有晏雪高，眼角的余光瞥了她一眼。臣女领旨，谢皇后娘娘。谢皇后娘娘。请淑妃娘娘和嘉妃娘娘随奴婢去验身。晏雪机灵灵地打了个寒战，她一旦过去验身，即刻就会暴露自己非完璧之身的秘密。恰在此时，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这么快就来了，今日早朝无事可议。叶荣轩示意众人平身，走到晏殊的旁边坐了下来。最近都没什么大事，早早就退了朝，正好听说选秀已经进行到皇后这里了，朕就顺便过来凑个热闹。严嬷嬷还愣着干什么？把淑妃和嘉妃带去验身。奴婢遵旨，请2位娘娘随奴婢去隔壁偏殿。晏雪焦急地抬头看向叶荣轩，接触到晏雪的求救眼神，他顿时明白了什么。淑儿，皇上想说什么？在场的秀女，皇上可有特别中意的？听皇后的意见，只是验身有什么不妥吗？不是，朕听说方才在体元殿已经验过身了，怎么还要验？皇上说笑了，选秀之前的验身只是查验秀女们身上是否有胎记、斑点、疤痕，身体有没有缺陷。这次验身是为了验完璧之身。这次选秀稍微特殊一些，进宫的都是朝中重臣的女儿，这一步对他们来说确实有些难堪，不如就此省过。不能省，进宫伺候皇上的女子必须是要是清白之身，万一有人破坏了规矩，只怕怎么会呢？今日在场的哪个不是清清白白的世家闺秀？他们的父亲皆是朝中重臣，朕不想让他们难看。晏殊一瞬不瞬地盯着他。淑儿，这是皇族先祖制定的规矩，皇上要带头打破。朕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不就得了？严嬷嬷，把他们都带去验身。是。晏雪表情越发焦急不安，频频看向叶荣轩。妹妹总是看皇上干什么？是想让皇上为你破一次规矩？我没有。谁要是再说废话，本宫就当成谁不洁。不洁之人
进宫选秀，可知该当何罪？燕雪脸色煞白，其他秀女低垂着头，只有南哥安静地站在一旁，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皇上和皇后。皇上今日看起来很是焦躁，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。皇后要不要出去走走啊？还有2组秀女没见，季嬷嬷让他们进来。是。第3组秀女很快地进来，依礼拜见了皇上和皇后娘娘。这组不如由皇上亲自来选，皇上中意哪个就让哪个进宫。皇上。皇后娘娘，怎么回事？回禀皇后娘娘，燕二姑娘她……严嬷嬷有话但说无妨，皇上和皇后面前回话，岂能支支吾吾、遮遮掩掩？燕二姑娘并非完璧之身。你说什么？此言当真？老奴不敢撒谎。燕雪被人带了进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我是冤枉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皇上，我是冤枉的。燕雪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还不从实招来？舒儿，此事应该存在着什么误会？燕雪是你的妹妹，是国公府的女儿，平日里连外男都无法轻易见到，怎么可能不是完璧之身呢？严嬷嬷，你说。回禀皇后娘娘，老奴检查得很仔细，燕二姑娘确实不是完璧之身。你这个老东西，竟在皇后面前胡言乱语！叶荣轩走过去，抬脚就把他踹倒。说，谁让你陷害燕二姑娘的？皇上息怒，皇上明察，老奴万万不敢欺君罔上。燕二姑娘她确实……来人，把燕雪带出去，杖打20。舒儿，燕叔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无权对我动用私刑。带出去！严嬷嬷和季嬷嬷上前，一左一右拖着她往外走去。姐姐，大姐饶我，我是冤枉的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皇后娘娘，宫女和秀女齐齐跪在地上。舒儿，别这样，她是你妹妹，姐妹相残传出去会有损你名声的。我的名声重要还是皇族规矩重要？皇上知不知道什么叫秉公办事？若规矩可以如此践踏，敢问皇族的尊严要靠什么来维持？我知道皇上心软，所以得罪人的事情就由我来做。先斥责20，他若不如实招来，就再加20。叶荣轩攥紧手，不发一语地看着他。殿外惨叫声响起，燕雪疼得不停呼叫：“皇上救我！皇上救我！皇上！”皇上坐下来吧，这组秀女还没有选，皇上可有中意的？叶荣轩僵滞如木雕，没有任何反应。皇上怎么了？舒儿，朕刚登基1个月，你也才坐上皇后之位，我们还在笼络人心的阶段呢，是不是该宽容温柔一些啊？